我早就受够你了，整天摆着一副清高样子给谁看？跪着给我道歉，我们就回来接你。做梦！我看着那只脚向我踢来，才知道这3年的忍耐并没有换来一点夫妻情分。那时我还不知道这顿饭会把我3年的婚姻彻底撕开。这肉怎么这么咸？菜不是你点的吗？菜是窗口师傅做的，我只是付钱。妈，您觉得咸，我去换一份。付钱你就了不起，我说咸你还顶嘴？我就知道你嫌我没文化，嫌我跟着儿子吃喝。婆婆一掉眼泪，陆承泽就会把所有错算到我头上。苏糖，你少说2句行不行？我说给他换，我还能少说哪一句？一个鸡腿都要跟我争，你眼里还有长辈吗？这场争吵不是为房子，不是为钱，只是为一只被他咬过的咸鸡腿。别吃了，上车，先给妈道歉。我为什么道歉？就凭她是我妈。天气预报说高速今夜有暴雨，我本不想来，是他说夫妻同行才像一家人。不道歉，今晚这事儿就过不去。我没想到，真正过不去的不是这顿饭，而是前方那条被暴雨吞没的高速路。别碰我！你能不能别再惹？我想替婆婆挡雨，她把我推开，可在陆承泽眼里，淋湿的我仍然是那个惹事的人。我虽然是他的妻子，却像个临时被带上的外人。儿子，妈是不是老了，连句话都说不得了？她嫌我没文化，嫌我住你们家，嫌我吃你们的。你说句话。您这3年的吃穿用度，哪样不是我在张罗？婆婆住院时陪床、交费、买药的人都是我，陆承泽比谁都清楚，却从没当着他的面说过一句真话。你是说我白吃白喝？你嫁给我儿子，不就该伺候这个家？我进陆家前有房、有工作、有存款，进门后房子装修我出，车贷我还，您住院我赔。苏糖，你是不是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难听的是事实，还是我说出来？我婚前有的一切，在婆婆嘴里都成了陆家给我的恩赐。陆承泽明知他在撒谎，却只怪我把账说了出来。行，我现在就下车，省得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他不是真的要下车，他只是想用更大的动机逼陆承泽替他惩罚我。别开门！你满意了？是他自己要开门。如果不是你顶嘴，他会这样吗？我拦下了婆婆在高速上开门，陆承泽却问我是否满意。他的逻辑永远只有一条：婆婆做错事也是我逼的。停车！我不想跟他坐一辆车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离最近的出口还有20多公里，婆婆偏在这时候让陆承泽2选1，因为她比我更清楚她儿子会选谁。我已经意识到婆婆想让我下车，便先去看车门是否落锁。我还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，陆承泽却一句高速不能停都没有再说。最后一块排骨、一条围巾、一次加班晚归，婆婆都能找到理由羞辱我。陆承泽从不问前因后果，只要我道歉。陆承泽，你要干什么？婆婆的眼泪还没干，她已经笑了。车身滑进应急车道的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这次陆承泽不只是要逼我道歉。我的手机只剩不到3%的电，却是我当时唯一能联系外界的东西。下车。这是高速，现在还在下暴雨。那就给妈道歉。别逼他，他骨头硬，我受不起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一句道歉，他们要我跪下，承认自己不配有尊严，以后永远任他们摆布。我不敢让自己离车门更近，只能把背抵住座椅。苏糖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道不道歉？今晚你把我丢在这里，不是吵架，是违法。你还敢威胁我？我在提醒你，你把我丢下，我会报警。你还想报警抓自己男人？我们陆家没有你这种媳妇。我知道只要安全带还扣着，他就不能立刻把我拖下去。那一小块塑料卡扣成了我当时唯一能抓住的东西。你真以为我不敢？你敢什么？敢在暴雨夜把妻子赶下车？我的手腕被他扣得发麻。他没有因为违法停下，反而开始找我唯一能求救的手机。屏幕上弹出电量低，请尽快充电。陆承泽看见后竟然笑了。你不是要报警吗？我看你什么什么报。我还没被拖下车，已经开始记手机掉落的位置和附近里程。我不能让恐惧把脑子也一起夺掉。陆承泽，你干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。
给我妈道歉。他把我的手机扔出车外，不是一时失手，他是在断掉我的求救方式，逼我在婆婆面前跪下。我只想尽快捡回手机，陆承泽却拦着我，像是终于找到了能够逼我低头的办法。让开！给我妈道歉。婆婆坐在温暖的副驾驶，像在看一件被她厌弃的湿衣服。结婚那天，她曾握着我的手说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那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断了，我终于明白，他们嘴里的一家人是要我拆下自己的骨头垫在他们脚底。陆承泽，你疯了！我早就受够你了，整天摆着一副清高样子给谁看？跪着给我道歉，我们就回来接你。做梦！我看着那只脚向我踢来，才知道这3年的忍耐并没有换来一点夫妻情分。婆婆让我跪着道歉，我拒绝了。陆承泽就真的一脚把我踹下了高速。我不知道自己伤得多重，只知道必须先让自己离主车道更远一点。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把手机还给我。别给她！这种女人就该吃点苦头。赵秀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儿子娶了你才倒霉，你有本事就别求我们。陆承泽，你今天走了，我们就完了。别拿离婚吓我，你离了我，谁要你？我以为陆承泽至少会有1秒后悔，他只是听婆婆了一句上车，就把我留在了暴雨。那一刻我没有哭，我只是很冷，也很清醒。陆承泽说对了一件事，今晚以后我绝不会再求他。我每走一步都必须先判断下一辆车会什么时候冲过来。我的膝盖每动一下都在疼，可手机是我唯一的求救工具，我只能沿着护栏一寸一寸往回找。找到了，屏幕虽然碎了，手机上也许还会留下陆承哲的指纹和进水位置，它就不只是废掉的手机，还是证据。路牌告诉我最近的出口还有10几公里，我走不到，却也不能留在原地等死。反光牌后面像是一段维护通道，我把目标从10几公里外的出口换成了眼前几十米外的维护通道。我以为是陆承泽回来看我有没有低头，可雨幕里亮起的是蓝红交替的警灯。女士，你怎么在高速上？我被人从车上踹下来了。帮我报警。拆牌号我记得，一是沿路还有监控。我的声音已经抖不成样子，但车牌和里程一个数字都没做错。我知道，只有说清这些，才能尽快找到陆承泽。对讲机里说，有一名女性被遗弃在高速，疑似受伤失温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抖得有多厉害。我们会调取沿线监控，并联系属地公安机关核查。你先接受治疗，把确定的情况如实说明。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句夫妻吵架，而认真记录了我说出的每一个时间和地点。是你丈夫赶你下车，还把手机扔了，对吗？不是赶，是踹。他母亲还让我跪下道歉，才肯接我。我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，完整说出陆承泽对我做了什么。这不是家丑，是需要被记录的伤害。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不道歉，而是问陆承泽如何动手，手机被扔到哪里。手机里有转账记录，家里客厅有监控，婆婆骂我摔我东西逼我交工资卡都有云端备份。手机和现场情况会按程序登记，涉及你丈夫强行让你下车、损坏手机等情况，你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。我要报案，也会依法追究。我要报案这4个字说出口，
压在我心口3年的石头终于松开了一角。前方3公里发生追尾，涉及一辆黑色轿车，车牌尾号与报警描述高度一致。对讲机说，前方3公里的黑色轿车发生追尾，车牌尾号和我报的一模一样，把我丢下的那辆车出事了。你认识前面那辆黑车上的人？是我丈夫和婆婆，他们把你扔下后自己出车祸了。主驾驶受了轻伤，副驾驶胸口不适。我没有心疼，只觉得荒唐。他们以为我会在雨里跪着等，却先撞上了别人的车。事故车登记在谁名下？我这才想起，那辆车登记在我名下。陆承泽把我扔掉后，不仅开着我的车出了事故，还撞伤了一个本不该被牵连的陌生人。我名下购车款我出了一半，贷款也是我还。车里还有你的物品吗？后备箱有我的电脑包和移动硬盘，里面有公司资料、家里监控备份和这几年的转账记录。车是我的，车贷是我还的，可陆承泽开着他赶我下去时，像在处置他自己的财产。后备箱的电脑包和硬盘，请一定帮我保全。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决定很快就会挡住陆承泽的另一次动手。骨头没断，但韧带扭伤，多处软组织挫伤，至少休养2周。再晚一点，室温可能会出大问题。消毒时伤口很疼，但这些伤终于有了清楚的医疗记录。病历上写着高速路段被遗弃，疑似家庭暴力。医生说我再晚一点被发现，可能会因为室温出大问题。我把儿媳妇气得送到肺脏病要发了，潘香长休了，气得长休了。苏唐，你还有脸在这里？陆承泽先生，关于你在高速路段强行让苏唐下车、损坏其手机等情况，请你配合调查。陆承泽为天亮后回去，还能像以前一样逼我低头。他没想到，先等到他的不是我的道歉，是辖区民警的调查。警官，这是夫妻吵架，他自己下车，又自己摔倒的。就是，他还诅咒我们出车祸。你说他是自行下车，但他陈述手机是被你扔出车外的，请你说明具体经过。苏唐，你非要把事做绝，跟警官说是误会。做绝的人不是我。我想离婚。离婚？你是不是早就在外面有人了？车、房子、存款、债务，还有你们这3年花掉的每一笔钱，全部算清楚。你的钱进了陆家，就是陆家的。婆婆昨晚还说陆家不要我这种媳妇，我现在退出，她第一个舍不得的却是我的钱。这些都有转账备注和聊天记录。你说项目回款就还，现在我会正式向你追讨。那些都是夫妻共同支出，是不是共同支出？你可以把资金去向一笔笔说清楚。陆先生，请你跟我到隔壁配合做笔录。苏唐女士在吗？我是她父亲委托的律师。另外，她名下的婚前房今晚被人撬门了。我以为高速上的那一脚已经是陆承泽最狠的手段，直到顾明远告诉我的婚前房也被他们盯上。被撬的是滨江苑16栋1单元202。那是我婚前买的房子，房本上从头到尾只有我的名字。监控里，2个男人正在别我家门锁，旁边拎着蛇皮袋望风的女人是婆婆的亲妹妹赵桂根。他们不是走错门，而是带着地址、工具和装东西的袋子，专门来翻我的房子。备用手机上只存了一个联系人，爸爸。我为陆承泽和他僵了3年，这通电话他却在2声内就接了。唐塔，伤得重不重？不重。爸，我想离婚。离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一个人扛。我妹妹去儿媳妇的房子里看看，怎么能叫撬门？我的婚前房，他凭什么带人别锁？你嫁进陆家，你的房子自然也是陆家的。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转化为共同财产。警方在蛇皮袋里还发现了房产证、复印件、旧首饰盒、移动硬盘和几份空白签字纸。那些东西并不在同一个柜子里。赵桂帆能找得这么齐，说明有人早就把位置一样一样告诉了他。
2个月前的签字和今夜撬门是不是有关联？空白签字纸让我想起2个月前陆承泽曾夹着几页项目资料催我签字，当时婆婆在厨房叫我端汤，我没看完就经过写入记录，并联系公司保全他当时收发项目材料的邮件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签了几页，但邮件时间、文件版本和纸张来源都不会因为我当时信任他而消失。你只需把确定的部分说清，不确定的由证据补足。你们到底想拿那些纸做什么？我哪知道，肯定是我妹妹拿错了。他还准确找到了鞋柜夹层，这也是拿错了。你代理什么？离婚、人身损害赔偿、财产侵占，以及你们疑似伪造签字材料的事项。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？我躺在病床上，手脚全是伤。可陆承泽觉得报警和找律师不是自救，而是我对他的算计。屏幕上是一份房屋委托出售协议。警方在你家鞋柜夹层找到了这份已经盖章的协议。我从没授权你卖我的房子。我不知道什么协议，我签过那么多项目材料，谁知道是不是被人拿去用的？那你妈的妹妹为什么知道我家鞋柜夹层？我不知道，你少套我的话。苏女士未签署、未授权、未收取定金，签名真假和协议来源，后续都会鉴定。一听到鉴定，陆承泽紧张了。陆承泽可以继续说不知道，但从这一刻起，他的每一句否认都会和原始记录对照。后车司机怎么样？腿部骨折，初步判断，黑色轿车从应急车道并入后连续变道，后车避让不及。当时雨那么大，我妈胸口疼，我着急去医院有错吗？你刚把我丢在应急车道，又从那里并出去，监控会告诉你有没有错。要是你早点道歉，事情会闹成这样吗？陆总，事故上了本地路况通报，合作方要求暂停明天签约，财务也在催保证金，今晚不打，材料款就断。暂停？他们凭什么？那是陆承泽所谓的翻身项目，他为他借钱骗我签字，现在还想卖我的房子填窟窿。我们该登录云端，把这3年的账都找出来了。屏幕上加载出客厅、走廊、入户门的监控，还有我替陆家支付的每一笔钱。婆婆以为监控早坏了，却不知道我一直在付费云同步。家里的事没必要全拿出来。你是怕我拿出你摔我电脑，还是怕我说你逼我交年终奖？陆承泽拿假文件从我们这里搞了200万，平面一些房产都100万，资料上写着你妻子名下的房子可以追加保障。原来撬门不是临时起意，从骗我签项目资料开始，陆承泽就已经把我的婚前房当成了他的债务保障。你们别在这里乱说。他在饭局上亲口说，妻子家底厚，女人心软，哄一哄就会签，实在不行，老丈人也会给他擦屁股。谁说我女儿的房子麻雀可以给他担保？疼不疼？别怕，这次爸在。我对爸爸说自己不疼，他却没有被这句话骗过。他没有先责问我为什么忍了3年，只是先告诉我，这一次不用再独自处理。你女儿找律师又报警，把我们家闹成这样，你得管管她。婆婆对我爸说，是我把陆家闹成这样，她还是想像以前那样，只让别人看见她儿子受了一点伤，却完全藏住我差点死在高速上的事实。我女儿嫁过去，不是给你们家当牲口。爸，这只是夫妻吵架，她是自己摔下车的。陆承泽当着我爸的面还在咬定我是自己摔的，可我爸连一句辩解都没说，只让助理打开了平板。画面没有声音，却清楚记录了他如何把我留在高速上。他口中的自己下车，在监控面前再也站不住。你现在再说一遍，我女儿是怎么下车的？我当时只是情绪激动。具体行为会结合监控、伤情和双方陈述，依法核查。担保书上的名字很像我写的，可堂字最后一笔压得很死，我习惯向上挑，所以我能确定这不是我签的。建议对笔记和文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，同时调取提交材料时的监控。
你想拿假签名绑住他，还差得远。他今天要是不签，你就别给他好脸。女人就不能惯。监控里，婆婆说我今天要是不签字，陆承泽就不能给我好脸，因为女人不能惯。这是假的。那套房最好这个月处理，债主拖不住了，先让他签补充协议，说是项目材料，只要他签了，后面就好办。陆承泽在录像里说，我的房子最好这个月处理，他要把补充协议委任成项目材料，只要骗到我的签字，后面就好办了。视频时间连续，会一并固定。视频录下的不是一句失控气话，而是一套完整步骤。先把协议伪装成项目材料，再用冷落和羞辱逼我签字，最后处理我的房子。我是被逼的，公司资金链断了，你是我妻子，帮我一次怎么了？你伪造担保要卖我的房子，还把我踹下高速，这叫帮。你当着我妈不肯低头，我是男人也要脸，所以你的脸比他的命值钱。陆承泽公司近期有2笔大额转入赵秀兰账户，合计43万。那是我儿子孝敬我的。如果资金来源涉及借款欺诈或侵占夫妻共同财产，就不只是孝敬。钱一笔转进婆婆账户，又变成了金氏和亲戚的转账。陆承泽说公司没钱，但他们母子从没少花我的钱。赵桂芬交代，今晚不是她第一次进入苏堂的房子。半个月前，陆承泽曾带她进去过一次，并拿走一只首饰盒，里面有苏堂母亲留下的遗物。首饰盒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你问我妈。东西不是你拿去换钱了吗？那只深红木首饰盒里放着妈妈的旧戒指、细金链和珍珠耳钉。爸爸说妈妈没能陪我住假，就让那些东西替她陪我。那是我妻子留给女儿的东西，你拿去换钱？我只是临时周转，以后会赎回来。半个月前，你公司账户有一笔8万6的现金存入。同一天，附近典当行登记了你的身份证。戒指和耳钉还在典当行，金链已经卖了。全部追究，民事、刑事，能立的都立。爸，我和苏唐还没离婚，苏唐以后家里的东西我也有份儿。你叫谁爸？从你把他摔下车那一刻起，你和我家就没有半点关系。现在我只在意妈妈的东西还能找回多少。苏唐，妈错了。你看在3年情分上放陆承泽一马，他还年轻，不能留案底。你让我跪下道歉时，想过情分吗？当妈的哪有不护儿子的？你以后会懂。我不会懂，我不会教自己的孩子伤害别人后，还觉得全世界该原谅他。戒指和耳钉已经找到，但金链被熔掉了。苏唐，我错了，你救我一次。我在高速积水里时，他要我跪。现在证据摆在面前，真正跪下的人成了他。你不是说快离婚了吗？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他口中的认错，连10分钟的真实都没有。我在这一夜已经被他伤得足够多，这场背叛只是把最后一层假象撕掉。你说你们早就分居，是他舍不得你的钱，所以不肯离。我是说快了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上个月你还带着金镯子来见我，说只要我肚子生气就认我进门。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把我踹下了高速。你怀着孩子，最好记住他的样子。他骗我，手机里有聊天记录、转账，还有他答应买房的语音，我可以配合。林婉晴，你敢！婚内不忠，转移财产的新材料，都会进入离婚谈判。苏总，典当行还收过一块女士手表，登记人也是陆承泽。我妈妈生前最后戴过的那块表，也在首饰盒里。那块表陪妈妈走过她生命里最后的日子，
我以为他一直安全放在首饰盒最底层，没想到陆承申连他也没有放过。屏幕上的旧手表，表带边缘有一道划痕，那是我小时候被妈妈抱着，衣服金属扣在表上刮出的。我绝不会认错。表还在吗？续裆失败，已进入处置流程，但还没出库。立刻赎回来！那块表放着也是放着，我只是临时周转。我只想替他打你，但我不会像你一样靠动手解决问题。他拿走的东西，做过的事儿，请你们依法查清。不就是几样旧东西吗？等承泽想好了，再买新的给他。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有些东西不是拿钱称斤卖的。婉晴，陆承泽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肚子里可是陆家的孩子。你之前还说苏唐不能生，说只要我生下儿子，房子车子都有我的份儿。事实上，是陆承泽一直以事业不稳为由不要孩子，婆婆却把责任全推给我，再拿同一套谎话哄住另一个女人。典当行刚回复，手表已经被人提前取走了。行动！手表刚刚还在出货流程，转眼却被人抢先取走。这说明从赵桂芬被控制开始，就有人一直在替他们转移义务。谁取的？赵桂芬的赵磊，他半小时前取走手表，现在已经失联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婆婆一家早就分好了每一步。我妹妹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刚才还说为了这个家，现在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妈，你到底还瞒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要不是你欠了那么多钱，我用得着让你小姨帮忙吗？谁让你动他妈的东西？不是你说那套房值钱，债主才不敢逼你吗？你现在怪我？他们母子终于开始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争着把责任推给对方。我肚子疼，孩子不能出事！别碰我！如果我早知道他没离婚，我不会跟他继续。先顾好你自己，你手里的证据可以决定你以后少受多少骗。婆婆曾经把孩子当成换掉我的筹码，现在却连林婉一的手都碰不到。她所谓的一家人，永远只有能被她利用的人。天快亮时，我因为失温后低烧住进病房，陆承泽留在急诊那边做笔录，婆婆也被带去说明窍门的事。爸，对不起，这几年我没听你的话，还为他和你吵。你吃了苦，不该先想着向我道歉，该道歉的是伤害你的人。表找到了，人和表都找到了，但赵磊说表不是偷的，他手里有一张你亲手写的赠与说明。本人苏唐自愿将母亲遗留女士腕表赠与赵磊，今后不得追诉。所谓赠与说明上写着，我自愿把妈妈的手表赠给赵磊，今后不得追诉。那些字写得像我，却绝不是我写的。你对这张纸有印象吗？2个月前，陆承泽让我在材料上签字，可能混进了空白签名页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那时候我还信他。笔迹是真，也不代表纸上的内容有效。我们会从原始项目材料、纸张和形成时间一起查。字就是他签的。婆婆在门外一遍遍喊字是我签的，可她越着急让我承认，越证明这张纸是他们此刻唯一能抓住的退路。字是你签的，白纸黑字，你把表送出去了，又想反口？我问你，那块表放在首饰盒最底层，外面还包着蓝色手帕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表？是赵桂峰翻到的。典当行监控拍到了陆承泽提交手表的全过程，续档失败后，赵磊才持赠与说明取走手表。那也是你们逼的。陆承泽项目缺钱，你明明能帮，却装看不见。你们还想追究我什么？追究我没死在高速上？婆婆从不觉得偷和骗有错，在她眼里，真正的错是我有房有钱，却不肯让他们随意拿走。病人需要休息，请出去。儿子，你快告诉他们，那张赠与说明是苏唐亲自签的。那页纸确实是你签过名的，所以纸上的内容不是我写的。陆先生，你刚才的话已经录音保存。
赵磊在二手市场把表交给了中间人，他只是帮我转一笔钱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甚至不肯用自己的账户，而是把他也拖下水。上次他说公司账户流水不好看，让我帮他收货款。昨天那2万是谁让你转的？是他，我可以提供转账和聊天记录。你想清楚再说。目前查到的几笔借款签名都存在疑点。苏唐，你别以为自己能干干净净抽身。你开我名下的车伤人毁车，还想用假债务绑住我，这些账一笔都不会少。我手里也有你的东西。他公司的保险柜里有一样东西，他说那是让苏唐不敢离婚的底牌。陆承泽手里还有所谓的底牌，他只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把柄，我就永远不敢走。陆承泽办公室休息间的衣柜后面有暗格，保险柜就在里面，我只去过1次，他不让我看。我以为已经看清了他，没想到还能往下挖出更脏的东西。别怕，无论是什么都按程序处理。他还说过，如果离婚就让苏唐在公司也待不下去。他说他电脑里有东西，我的电脑包还在事故车后备箱。我立刻要求固定车内物品。有人自称车主丈夫，要求取走后备箱电脑包，因车辆涉及事故被拒绝。我以为自己终于抢先一步。电脑外壳有撬痕，移动硬盘不见了。陆承泽的下属吴凯也没有回公司，办公室保险柜已经被打开。里面还剩什么？只剩一份公司资金往来清单的复印件。这里记录了几笔没有出现在公司正常账目里的转账，收款方涉及赵秀兰和几名亲属。陆承泽拿走硬盘，不是因为里面有我的秘密，而是因为里面存着他最怕被人看见的账。现有记录显示，部分项目资金并未用于约定用途，具体性质还需要结合原始账目进一步核查。只要原始记录还在，他删掉一份文件也改不了资金流向。该提交的材料全部按程序提交，不做任何私下处理。过去我只听陆承泽说公司缺钱，却从未真正看过这些钱去了哪里。现在每一笔转账都必须有解释。婆婆，你知道陆承泽让吴凯转移硬盘吗？公司的事，我一个老太太怎么可能知道？他以前让我帮忙过账，说公司账户暂时不能留下太多记录，我可以把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提交。你个外人少挑拨我们家！你让我生儿子时怎么不说我是外人？请保持冷静，这里是医院，有什么情况配合调查。林婉晴交出的记录，让那些原本分散的转账第一次连到了一起。乘车手机号是吴凯的，他后来进入一家电脑维修店，要求彻底清除移动硬盘数据。硬盘还在店里吗？店员接到核查电话后没有交换设备，相关情况已经报警，但吴凯带着陆承泽办公室的电脑离开了。他越急着删除，越证明硬盘里的账目对陆承泽有多重要。我真不知道陆承泽把事儿做得这么大，我只是让他留点东西防着你，谁让你爸一直看不起我们？所以你承认，你们早就把我的资料和财产当成控制我头筹码。婆婆总说陆家没有靠山，所以受人欺负，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把我和爸爸也变成他们随时可以调用的退路。苏唐，让你爸撤人撤律师，否则硬盘里的账你们一条也别想找回来。陆承泽还在用硬盘逼我退让，他不知道这通电话已经被完整录下。陆承泽，你现在最该做的是把东西完整交回来。陆承泽刚刚离开医院，监控显示他正在往停车场方向走，并且多次联系吴凯。他可能是去取剩下的存储设备。我们已经通知停车场工作人员，请不要自行追赶。苏唐还在输液，不能移动。陆承泽没有去找母亲，也没有回公司。他此刻最关心的仍然是那些可能留下证据的东西。找到他了吗？办案民警在停车场找到了他，现场还有一只装着存储设备的文件袋。里面是什么？是否与硬盘被我分有关，还需要依法检查。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急着去停车场。吴凯也在维修店附近找到了，
苏女士的移动硬盘仍留在店内。硬盘还能用吗？能否恢复要交给专业人员判断。陆承泽还有一本黑色密码本，这条线索也会一并提交核查。我只是去拿自己的东西。你先让吴凯拿走我的硬盘，又急着去找存储设备，你做的每一步都说明你知道那些记录意味着什么。办案民警将现场登记情况向双方说明，并要求陆承泽继续配合调查。一次次试图转移和删除记录，已经把他的慌乱留得足够清楚。儿子，你什么都别认，律师都是吓唬人的。够了！要不是你天天说他爸的钱早晚都是我们的，我会走到这一步吗？你怪我？你自己没良心，别往我身上推！逼他交工资卡，逼他卖房，每次都是你挑事，最后让我去压他。他们口口声声说母子情深，真到需要承担责任时，只剩下互相指责。3年间，苏女士向陆承泽个人以及其公司转账合计87万6千余元，替赵秀兰支付住院、药费和生活支出12万余元，车贷、装修和信用卡还款另计。他不是活着回来了吗？我活着，不代表你们做的事不用付代价。旧账和新账，我都要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物品已经追回，还需先固定证据，暂时不能交换。我明白。回来了。那条金链永远找不回来，但剩下的，我不会再让谁拿走。不就是一块旧表吗？你觉得它不值钱，不代表你有权拿走。相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，请你继续配合。这一次，赵秀兰的哭闹没有替陆承泽抹掉任何一条记录。冰了3年的那根线终于断了，我没有崩溃，反而第一次觉得松快。我不是突然变狠，只是不再把自己交给他们糟蹋。先睡一会儿，剩下的事儿由我们。我不会再心软。高速监控、服务区监控、医院录音、家中云端视频、典当行登记、房屋委托出售协议、吴凯供述和林婉行的聊天记录都已经固定。一页页材料摆在桌上，就是陆承泽试图用家丑盖住的全部真相。接下来是离婚、财产分割、人身损害赔偿、债务排除和相关刑事程序，时间不会短，但主动权已经不在陆承泽手里。我只想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还有你自己，这3年你丢了很多东西，钱能追回多少是其次，你要先把自己找。不会的。这一夜里，真相从一场鸡腿争吵一直挖到假债务、婚前房和母亲遗物，事情还没有真正结束，但他们已经不再是陆承泽可以任意改写的家事。初步认定书上写着，陆承泽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并线操作不当，承担事故主要责任。后车司机家属也明确拒绝私了，该由他赔的，1分都不会替他出。陆承泽原定签约的合作方已公开终止谈判，债主正式报案，公司账户也已经冻结。陆承泽用来撑面子的项目、公司和合作方，一夜之间全部塌了。不是因为我报警，而是他自己把每一条路都走成了假账和谎言。我转进他公司的钱，单独做追逃材料。已经在整理。那是我和妈妈之间的记忆，不需要被修掉。表修好后，把亲手给你带上。好。我不仅要把手表修好，还要让它从被盗、典当到追回的每一步都有清楚记录。情感无法估价，却不等于侵占可以没有证证。婚前房产属于你个人财产，车辆、人身损害、被盗遗物、虚假担保和转账分别列项。林婉清提供的婚内转账也放进去。我不要他解释感情，只要账目清楚。我已经不在乎陆承泽对林婉清说过多少情话，
我只在乎他转走的每一笔共同财产都有没有留下痕迹。陆承泽申请与苏唐见面，称有重要家事协商，见不见由你决定。陆承泽申请见我，理由是有重要家事协商。他终于想起我是家人，却是在所有证据被固定之后。不见，所有话通过你说。陆承泽同意离婚，条件是苏唐撤回部分追究，并承担共同债务。他还把离婚当成施舍，以为自己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回复他，该还的还，该承担的承担，离婚不用他批准。这才是我的女儿。不再接受陆承泽通过亲戚或私人号码传话。从今以后，每一个条件都必须写清楚，每一句承诺都要经得起事后核对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苏唐再不松口，就是不给我们母子留活路啊！把那张图给他。你每求一次原谅，就先看一遍你儿子做了什么。他不是真的后悔，只是发现哭闹再也不能换来他想要的结果。相关骚扰已做记录，如果继续，我们会按程序处理。以前婆婆一哭，陆承泽就会逼我让步，现在她哭得再大声，也只会成为一份新的骚扰记录。体温稳定了，但膝盖还不能太用力，按计划康复，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。我的伤开始好转，离婚和追责才刚开始，可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用自己的康复去换任何人的体面。出院后先回家住。好，等我能走稳，我想亲自去看看滨江院。半个月后，我出院了，可后视镜里的那双眼睛已经不再是那个高诉雨夜里空洞的我。记得按时复诊，不要急着走太多路。谢谢，我会的。爸，我能自己来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把东西放近一点，不会替你决定怎么用。陆承泽也曾说过听话，他说听话是要我低头掏钱和忍。爸爸让我听医生的话，只是希望我不再疼。锁已经临时更换，现场取证也都结束了。我无数次在陆家受了委屈后，换一扇新门吧。等腿好了，我要搬回来。我先留下证据，再决定怎么修复这个家。换门不是为了假装撬门从没发生，而是告诉自己有人闯进来过，但他们不会永远站住这里。新锁只由你决定谁可以拿钥匙。这次我会记住。你的身体真能撑住，客户那边还在等重启方案。我先看资料，累了就休息。我没有用工作证明自己不脆弱，我只是想把被陆承泽打断的节奏一点点接回自己手里。吴凯拆过硬盘，但他没能抹掉我真正做过的工作。有这些原始文件，我们就能把方案重做。今天先把风险项拆完，不急着给客户空承诺。这么早就走？医生让我循序渐进，工作不会因为今晚少撑2个小时就毁了。现在我第一次只为自己安排工作和休息。以前我习惯随叫随到，像只要停下就是不够有用。现在我为工作和休息分开边界，不再把透支当成负责。前期文件受损确实导致延误，但原始数据已恢复。我们不会用不可控当借口，这是新计划。陆承泽每次失败都说是别人逼的。我重新站回会议室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问题，但不接受不属于我的责任。3周内完成第1阶段，你能保证吗？我不做空保证。方案里的人员、节点和缓冲时间已经列清，每周向你们开放进度。这是我回归工作后第一份由自己拿回来的确定性。第1天正式回来怎么样？项目重启了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会害怕所有人看我，结果真站上去，脑子里只剩下事情怎么做。
早就告诉过你，你从来都有这个能力。他只是让我看见那些被婚姻磨掉的东西，一直都在我自己身上。我记下了今天能完成的事，也记下伤腿在下午开始发酸，承认自己还在恢复，不会削弱我的能力。这些结论与监控、录音、空白签名来源能互相印证。鉴定显示，担保书上的名字存在仿写特征，赠与说明的签名页和正文也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。这些债务，我一笔都不认。陆承泽方面仍主张项目债务用于家庭未来收益，希望你承担一部分。资金进入他公司后，转给他母亲林婉薇和他的项目债主，没有用于我们的共同生活。所谓未来收益，只是他给我画过的饼。以前陆承泽每次找我拿钱，都说项目成了，家里的日子就会好。现在我才把这些话和真正的资金流向放在一起。开庭通知上写着，离婚纠纷将在本月28日开庭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一段婚姻真正结束的时间。要我陪你进去吗？你送我到门口就好。这一次，我想自己走进去。开庭前，不要再与陆承泽私下接触，避免他以口头承诺换取证据让步。我已经不需要听陆承泽再说一次后悔。他是否真心认错，不会改变高速监控、假签字和转账流向。几个月前，我在高速上连站都站不稳。今天我没有用拐杖，也没让爸爸扶，自己走进了。糖糖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回头都能看见我。我知道。苏唐，你真要把3年夫妻情分全部抹掉？高速监控没有抹掉，我身上的病历也没有抹掉，是你在那个雨夜结束了这段婚姻。陆承泽还在说3年情分，可证据一份份摆出来后，他所谓的情分只剩下我长期单方面的付出。苏唐的婚前房产属个人财产，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，相关签字存在伪造或挪用疑点，对苏唐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应依法承担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在法庭上和他大吵，我只让时间、账户、影像和笔记替我说完了所有话。现在宣布休庭，择期宣判。休庭不代表结果未知，而是意味着每一份证据都已经进入审理。我不再在他的情绪里等答案，只等程序给出结果。准予双方离婚。滨江苑房屋系苏唐婚前个人财产，对陆承伟主张由苏唐承担的涉案债务现有证据不足，本案不予支持。法院准予离婚，确认滨江苑属于我的婚前个人财产，也没有支持陆承社把那些来路不明的债务推给我。他想用婚姻绑住我的东西，最终一件也没有得成。苏唐，你赢了，满意了吗？我没有赢你，你们今天承担的是自己做过的事。如果你当时肯帮我，我已经给过你87万6千多，你所谓的帮，是把我整个人和我爸都交给你。结束了，婚姻结束了，其他的账让法律慢慢算。伪造签名、赠与说明、撬门盗取和债务部分都在另案处理，追偿也会按程序继续。走出法院时，我没有想象中那种胜利的兴奋，我只是确认，从这一天起，我不再是陆承泽的妻子。我把文书收进包里，没有回头看陆承泽是否还站在走廊。证据已经回答了该回答的事，我的下一步不再需要他参与。进度表上写着，伪造文件鉴定完成，遗物部分追回，转账追逃，车辆损失和人身损害赔偿都在进行。以后我按月汇总，你不需要被每一个细节反复拖回去。客户确认第1阶段验收了，还想把下一期交给我们。先复盘这一期的真实成本，再决定下一期报价。不要因为客户点头就忽略风险。我不再每天追着问陆承泽和赵秀玲又受到了什么处理，我的生活开始有了比他们更重要的事。要是不放心，就把这里卖了，重新买一套。我不卖，撬门的人有错，房子没错，我不想因为他们把自己本来喜欢的地方也丢掉。我决定重新装修滨江苑，不是要把所有痕迹藏起来，而是要让这个被人撬过的家重新只属于我。
妈妈的手表修好了，和戒指、耳钉一起装进了新融合，表带重新清洁过，表盘边那道划痕却按我的要求保留了下来。金链没找回来，我知道，能回来的我就好好收着。你妈妈以前带她时，总嫌她走得快，现在停了这么久，总算又走了。秒针一下一下往前走，我突然明白，时间曾经停过，不代表它永远不能继续。爸，我会一直带着她。要不要再休息一阵儿？工作不急。我不是在勉强自己，项目重启后，我反而比以前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停。那就按你自己的节奏来。我以前认为独立就是什么都一个人扛，现在我才知道，能选择接受谁的帮助，也是独立的一部分。我不会为物品已经回来，就删掉它曾经被倒卖的记录。原谅、遗忘和结束程序从来不是同一件事。第一阶段延误后能重启并完成验收，你的方案和风险管理都经受住了检验，下一期由你全权负责。谢谢信任，我需要相应的人员和决治权，同时会对结果负责。我没有因为被看见就忙着感恩，而是第一次清楚提出完成工作需要的条件。你不怕客户觉得我们汇报少了？他们需要的是真实进度，不是每天一份换色的表格，节省的时间用来做风险测试。婚姻里，我无数次做着没有意义的表面功夫，只为让陆承泽和婆婆看起来满意。现在我学会了对无效要求说不。这块表很特别，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前阵子停了，刚修好。那她以后肯定会一直好好走。我没有告诉同事，她曾经差一点被拆成零件卖掉。不是所有伤口都需要向每个人解释，我只要知道她已经重新往前走。我带着妈妈的表回到会议室，却没有让她成为自己停在过去的理由。苏唐在新项目任务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这一次每一页内容他都已亲自确认。临时加一项功能，工期不变，你们克服一下。你这是拒绝配合？我再给出2个可交付的选项，全部答应下来，却最后什么都交不出，那才是不负责。我不再把不想让别人失望当成一定要委屈自己和身边人的理由。按方案 B 走，今天把变更文件发过来。可以，双方确认后执行。我以为他们会翻脸，只要我们的方案站得住，他们就能看见拒绝的不是合作，是不可能完成的条件。你现在真的比以前更敢说了。我不是突然变得强势，我只是不再认为所有关系都要靠我无限让步才能维持。真正能长久的合作，必须让每个人看清边界和代价。变更原因、双方选择和执行时间都被写进日志，清楚的记录不会伤害真正的合作，只会让不负责的口头承诺无处丧身。工期没变，新功能也完成了。上次坚持做需求替换，现在看是对的。是团队把变更后的范围守住了，请把后续优化放进下一轮，不要在验收节点临时加入。验收顺利通过，这不是我一个人通宵换来的奇迹，而是每一个人在合理范围内完成了自己的责任。邮件上写着第2阶段验收通过，项目奖金按团队贡献发放，下一期预算也已经批准。这次可以庆祝了吧？可以，但明天正常上班，今晚不用通宵庆祝。邮件里说，第1笔执行款已经到账，车辆维修和部分人身损害赔偿也已完成。我没有在路边停下来反复看，只把邮件归档，继续走向地铁站。以前我的存款总会在陆承泽所谓的家里急用中消失，现在我为自己保留了能随时离开危险、选择生活的底气。门锁、窗户和照明都检查完了，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售后。谢谢，剩下的家具我自己慢慢添。我没有一次性把房子填满，从前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参照陆承泽和婆婆的喜好，现在我想先留一点空白，等自己真正需要时再填上。纸箱里有我大学时的证书、第1份工作笔记，还有一张妈妈戴着旧手表的照片。嫁给陆承泽后，我把这些东西全收了起来，仿佛过去的自己已经不重要。
我不是在建一个全新的人生，我是把那些原本就属于我的部分，一样一样放回原位。我买了2盆最容易照料的绿植，我不想再证明自己有多会付出，只想从一件不会消耗我的小事开始，学着让日子长出新的颜色。我在备忘录里写下，下个月第1个周末搬回滨江苑。这不是逃离谁，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回家日期。搬家当天只带真正想留下的东西。新家用过去的每一件物品填满，就像我的人生也不需要用旧换婚姻的痕迹来证明自己受过伤。搬回去以后，真不打算继续住这里？我会常回来吃饭，但滨江苑也是我的家。好，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。爸爸没有用为你好要我留下，也没有因为心疼就替我决定未来，他只是确认我永远有家可以回。妈妈当年是不是也很喜欢那套房子？你买房时他还在，他说窗台光好，以后你养花不容易死。我现在真放了2盆。我和爸爸第一次能如此自然地聊起妈妈，不是因为疼痛消失了，而是我们终于不再因为一个不值得的人互相躲避。这套餐具你妈妈一直舍不得用，搬新家时带过去吧。我会用它吃饭，不会只收在柜子里。就该这样，东西留下是为了陪人过日子。陆承泽把妈妈的遗物当成能换钱的旧货，而爸爸让我把它们带进新生活，继续好好使用。妈妈留下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今后每一顿普通的饭里。真正的纪念不是让时间停住，而是让他给过我的爱继续陪我生活。1个月后，我正式搬回滨江苑。距离那个高速雨夜已经整整1年，我的膝盖早已恢复，工作也进入稳定的新阶段。顾明远仍会按月送来后续进度，但那些事已经不再决定我每天怎么过。放下吧，重的让师傅拿。这箱只有树，我拿得动。东西都齐了，您点一下。辛苦了，数量没错。哎，真的不回家住？这里也是家。那就好。这把钥匙给你，但来之前记得告诉我，除非我遇到危险。明白。它是备用钥匙，不是随时进门的许可。我把备用钥匙交给爸爸，也把边界说得很清楚。他没有觉得被提防，只是认真收好。原来真正的亲近，从不需要闯过一扇关着的门来证明。新门可以防住撬锁，却不会替我决定谁能进入生活。真正的门锁是我已经学会了识别侵犯，也愿意在第一次越界时就说停。搬回来的第1个雨天，我在雨声里惊醒。有一瞬间，我仍然会想起高速上的强光、积水和那2团远去的尾灯。我没有逼自己立刻忘掉，我只是一次次确认，我已经回到自己的家。暴雨黄色预警，部分高速入口限流，建议错峰出行。我不需要再为谁强行赶路，也不需要证明自己不怕雨。客户已经确认新一期启动会，大家今天也都改成线上。那就按原时间进行，所有人不要为了赶到公司冒险。这一天，雨没有打乱我的工作，也没有把我困回那个夜晚。我只是做了安全的选择，然后继续往前。当年那场暴雨会永远是我的一部分，但它不会再把每一个雨天都变成同一个夜晚。今天的我有门，也有选择不出发的权利。刚出锅的要几只？2只。我已经很久没吃卤鸡腿，那顿服务区晚饭后，这道很普通的菜仿佛也成了需要避开的东西。可我不想把喜欢过的味道一起留在陆承泽手里。我把2只鸡腿都放进盘子，没有先挑最大的给谁，也没有把自己面前只剩下凉饭和青菜。这只是我在自己家里为自己准备的一顿普通晚饭。
1年前，我面前也有一只鸡腿，婆婆说她咸，陆承泽就要我道歉。那时候我还觉得，只要把道理说清，一家人总能相互理解。这只鸡腿好像也有一点咸。我笑的不是那个雨耶已经不值一提，而是终于明白，鸡腿咸了从来不是需要谁跪下认错的大事，真正可怕的是有人借它合理化对我的控制。原来鸡腿咸了可以倒杯水，可以换一家店，也可以干脆不吃。我有很多种选择，唯独不必为了别人的恶意把自己困在一张饭桌前3年。我没有再去打听陆承泽、赵秀兰和其他人每一次处理的细节。我的生活不需要等他们的结局才能继续。妈妈的旧表在我腕上重新往前走，我的家有了新门，工作也有了新方向。我不会再把幸福寄托在任何人的良心上，也不会再为了留住一段关系丢掉自己。从今以后，再大的雨也不会有人把我永远丢在原地，因为我已经学会自己走出来。我的故事不会停在离婚判决、赔偿到账或某个人受到处罚的那一天，明天还有工作、早饭和需要喝胶水的绿植，这些才是我真正拿回来的人生。